你知道她是女生嘛？然后你以为她是女生嘛？对啊，对啊。那后来你发现他是个男生之后，我跟他妈差不多的反应。哦，是哦，好酷哦。那整体来说，呈现的是纷乱的。那唯一比较走线型的呢，是在肩胛骨对下来的这一段。所以你大概10年前有发生过让你比较悲伤一些吗？有差点分手，差点分手。哦，没有啊，就是你都不在乎我。这到底是情侣刮痧还是分手擂台？吓死我了！身体的伤，痧会知道。我是慧君，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。欢迎再次回到刮痧会客室。首先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这是我们开春第一集，一定要来点不一样的啊！我们之前呢都是刮一个人，去聊一个人的故事。我们这次呢，首次邀请到2位来宾，我们要同时刮2个人，而且这2个人呢，他们本身是情侣关系。听说交往了18年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新年的时候，在长辈在的时候，一定要问为什么不结婚？我是已婚人士，对我来讲，婚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里程碑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刮看看他们到底不结婚的原因是什么。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小妖跟 Elma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lma， 我是小妖。其实我们现在是一大早录影，然后我很少有看到来宾如此之专业，妆法很完整的比较少，所以你们2位的职业是什么？我们是职业 coser， 就是玩 cosplay， 做动漫的角色扮演这样子。哦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，这虽然是早啦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其实如果真的要 cosplay 的话，5点半、6点，他就要开始起来化妆。嗯，我也觉得化妆感觉会很花时间。对对对，但其实我们今天这样子就是一般日常就还好，就已经很轻松了。大家可能以为我们今天的情侣好像是同性情侣，本频道已经要就是非常多元的一个系列，但其实不是哦。你要猜一下谁是男生？对，谁是男生的？给你1秒，好好，那谁是男生呢 ？OK， 谁是女生呢？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女生的感觉，就是很清秀，但是是吗？他只是想睡觉吧？你是男生，对，我是男生。你是先天一开始就对知道是男生吗？我不是跨，但因为简单来讲，就是我是发育不好的男宝宝，应该是这样，我觉得女性荷尔蒙比较高，所以我的整个长相，然后包括声音啊什么，就会很像女生这样。声音是真的蛮 lady。对，我其实之前就是有看医生嘛，那医生有问我说，你要不要就是有点像服药啊，或者是打荷尔蒙啊，让你看起来会比较所谓社会化的，就是社会上的男性的定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可能有胡子啊，然后长胡子啊，然后我声音很低啊。然后后来一开始我自己也是很犹豫，但是医生说不会长高，所以好算了。对啊，这是一个原因，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，就因为我个性比较倔强，我就觉得说，因为医生这样讲，我就很反骨，我就觉得我干嘛要去给这个社会定义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后来我就一直保留像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蛮喜欢去整人的，就是会让人家猜说，你猜谁是男生是女生？我很好奇，你是上男厕还是上女厕？其实如果正确来说的话，我通常在台湾啦，我会去上残障厕所或者是性别友善厕所。但如果真的要2择1的话，你会上男厕？对。好，我这边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其实我自己，因为我是比较中性的，然后那时候我去印度嘛，然后他们就是男女非常有别，就有些还要这样包起来之类的嘛。然后呢，我就去上了女厕，然后就我在机场上，然后那个机场的那个警察，他真的很想要拿棍子，就是要把我拖出来。然后因为我就说 I'm female， 就是我是女性，然后他 female 可能不是很懂，最后我就发现我就大喊说 I'm lady， 你知道吗？我在机场厕所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刮痧嘛。那你们今天会不会有什么？你知道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刮痧吗？我好荣幸，而且我刚刚一开始有说，就是交往18年，然后又没有结婚，你是长辈哦。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你们不结婚？就只是懒而已。这么快就直接回答这个？我们等一下可以边刮。它是选择题，1、2、3是给观众选，到底究竟是1还是2还是3还是4？好，我们来开刮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刮痧哦。那开刮之前呢，记得帮我订阅一下哦，感谢大家。我先从骨架开始来看，我必须要说，以骨架来说，确实是偏小的，但是又跟一般
该大的地方大就可以了。没有，并没有。好，基本上算骨架偏小，就比较偏窄，但是以长度来讲的话，更长。是比较像是男生的体格，因为女生通常会短一点点，以比例上来说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样有个问题，我好紧张哦，真的没有被刮过哎。可以给我一点心理准备吗？例如说要怎么样？你要他握你的手吗？会很痛吗？不要，你是要看人哎，要看人。生孩子，这样可以吗？有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有安全感。好，刮痧盘有点冰凉。等下就热了。天哪！怎样？还可以吗？好爽啊！好恶心哦！这种奇怪的频道。刮起来是有颗粒感，可是你平常身体都还好吗？我觉得不是很好。怎么说？就是他每次按摩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按摩师傅都会说，哦，你怎么那么僵硬啊之类的。哦，你说他的筋骨很僵硬。对啊，可是他自己就没感觉。所以他平常到底是敏感的还是没感觉的？我觉得他很怕痛，他对痛觉敏感，但是除了痛觉以外，例如他感冒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发烧或什么的。他不知道他自己发烧，他不知道，或者他鼻涕狂流，然后鼻涕都滴到这边，他都不知道他在流鼻涕。所以我需要帮他刮他的脸的感觉，这比较偏触觉哈，就是有东西在脸上，但你不知道，偏触觉。你平常是不太 care 自己身体的人吗？会啊，我会 care 啊。那你会怎么样的 care 法？我会去做瑜伽，我会上重训，就是我很重视身体健康这件事情。他会定期运动啦。对，就是为了健康而运动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瑜伽。要教什么啊？好痛啊！这里很痛。对啊，这是正常的吗？这边比较偏向的是手部的操作，你们是不是要摆拍？对啊，就是平常要摆一些 pose，是那种滑鼠之类的吗？哦，也会，这是旋转肌群。然后以它的痧来讲，其实你算好出痧。那如果是好出痧的人，通常他会比较外放一些。你说个性上吗？对，通常我是一个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的人。因为内敛的人的出痧速度会偏慢。还有这样子哦。身体是诚实的，身体比大脑诚实。然后我觉得身体很诚实。我不得不说，刮痧感觉好神奇哦，好痛啊！那我想要问你们当初为什么会在一起？而且你们刚好，因为小姚比较中性，然后 Elma 看起来一开始第一眼会是很像女生，对。那你们怎么这个组合怎么搭起来的嘞？哦，因为因为啊嘛，因为爱吗？因为一场啊，就是刮痧会示意吗？会有一点，因为这边那个开始帮你放松，所以如果说你这样子刮，你就有点失忆。是他平常蛮硬的吗？不会啊。可是你的脑袋高速运转，我觉得他太高速运转。对啊，高速运转也是一种硬。那你现在还可以讲话吗？可以。好，那请继续。我们在一起是因为就我那时候喜欢一个女生，然后但我不想要喜欢她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也没有跟人家交往过这样子，那我找一个人转移我的注意力好了。然后我就把上线的人想了一遍啊，因为太熟的朋友就是其实是不适合嘛，因为人觉得很怪啊，就熟啊，觉得哎呦，就好恶心哦。因为小姚刚好在线上啊，跟他半生不熟的，所以我就问他说，真是半生不熟，对，真的半生不熟。我就问他说，你喜不喜欢我啊？然后小姚就说，喜欢啊。我没有说喜欢啊，已经有点美化，过度美化了。那当时是怎么样？就是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？你这样讲，然后我说还不错啊。我总不能说很糟吧？他通常那个客套的总不能说很糟。不是很熟我吗？可是你那时候说不错啊。对啊，可能也是不错啊，也还不错。所以你这样很难过吗？没有，我很震惊，好不好？好在18年后，我现在已经觉得刮痧无感了。真的，那我要继续哦。有感。然后他就说，那要不要就是跟他在一起这样子？我就想说，好啊，我反正也是刚分手，闲来无事，被告白，那就交往一下吧。对啊，方便知道你那时候是跟男生交往还是女生交往？我那时候之前是跟女生，因为小姚是双性恋，所以他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。你那时候是以男生角色登场还是女生？我以为他女的啊。
他以为我是女的，但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认真思考性别这件事情。后来他就发现说，因为我实在是太好了，然后就没有，你要过度美化。好，那怎么说？就觉得还行啊，蛮可爱的。不是还行吧？是18年了耶，不是走还行啊。你们平常会这样一直吵架吗？我们每天都在吵架，就觉得还行，可是这很热恋哎，很多人18年的人是不太想讲话的哎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们话很多哎。我先说很纷乱。所以这也是思绪很跳。以这一条来讲，身体有一点累，然后集中在下面，所以是以前比较有累过。然后这边比较是现在。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什么时候会中乐透吗？我帮你拔杯好了，比较快一点。然后我接下来要刮的是，我们一般来讲会是生殖泌尿系统的反射。我很好奇，就是你一开始的身份证是2，也就是说，医生在那个年代呢，他去看那个超音波，然后以及你出生的时候，他有检查过你的性器官，因为这个都是标准的 SOP 哦，然后呢，他觉得你是个女孩儿。那后来你越长越大，是如何发现？你自己长得不一样。最早没有生理期，对啊，最早其实就是国中的时候没有生理期嘛。那后来呢？你如何发现？其实你有可能是男生，就不管这件事情啦。你又不管这件事，也可能是跟我的成长背景是有关系的。怎么说？我觉得大家不是那么在乎性别这件事情。你们什么时候交往的？我大学的时候。他大学的时候。所以等于说大学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交往一个，你知道她是女生嘛？然后你以为她是女生嘛？对啊。那后来你发现他是个男生之后，我跟他妈差不多的反应。是哦，好酷哦。我没有特别去思考，就是性向的问题，也没有什么经验，因为小姚是我第一个对象。开启去思考性别问题了之后呢，我就觉得其实是渐进，是我even到现在就也还是在摸索，就是我一直很想知道说，到底男生跟女生除了生理上的差别之外，就是到底实际上差在哪边？可是你对男性就没有兴趣啊？我有问他说，如果是男的有大鸡鸡的话，你跟我在一起吗？我说他不要，口嫌体正。你有说可以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觉得你口嫌体正。我没有，我说我不要。你们在什么时候？好，我刮。你刮出诚实2个字，你看我后面写精忠报国诚实吗？你后面蛮纷乱的，就是一路从肠胃道是很纷乱，然后在剑尾椎这边，我必须要老实说，这边的沙有一点点像女生的沙。女生的沙，我们通常如果说是以男生来讲，男生如果这边要有沙，大部分都久坐。那久坐的话，只要是物理性的重力的，它会呈直线。但是你没有，你这边是呈纷乱。那通常这种纷乱的呢，真的是月经啊等等的会比较容易有。男生真的很少这种淡粉红色的沙在剑尾椎的地方。或许因为本来每一个人啊，这也跟大家就说明一下，每一个人都会有雌激素，然后也会有睾固酮。它只是比例的问题而已，所以你有可能，虽然有性征，但是呢，你的可能雌激素，可能比一般的男性比较阳刚一点的男性，可能还是偏高一些些。性别的转换，你父母亲的态度如何啊？我妈没有觉得，我妈说是好酷哦。妈说好酷，你妈反应跟我差不多。我爸爸就比较花了一点，也没有一点，他花了2个月。然后接受这件事情，我如果严格说起来的话，应该算是双性人。可是双性人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2种器官都会有啊，然后但其实不是，就是它有很多种类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自己去查。还有就是说，有些人他甚至自己不知道，然后很多案例都是因为他可能例如说发生车祸或发生一些事情，他去检查的时候才发现，他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器官，或者说他原来他一直以就是另外一个性别身份活着，但其实他是没有这个性别功能的。我后面已经刮得差不多了，整体来说呈现的是纷乱的。那唯一比较走线型的呢，是在肩胛骨对下来的这一段，大概是10年左右的时间。所以你大概10年前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你比较悲伤一些吗？如果讲的话，就是我们10年前有差点分手。差点分手？之前没有啊，就是你都不在乎我。这到底是情侣刮痧还是分手擂台？吓死我了！跟小姚在一起之后，然后小姚其实都会想要他就很喜欢帮我打扮，然后打扮得很像女生。
可是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穿，譬如说高跟鞋啊，或者是他叫我留头发呀，只要我说我想要把头发剪短，或者说我不想要穿像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打扮的时候，他就会生气。那后来我去国外念书那段期间，我就对我超冷淡的。就是我每次打电话回家，然后小姚都是要接不接电话，然后口气都很差。我就叫你不要去啊，然后你硬要去啊。我说好，那我就他有点生闷气，因为爱而生闷气。后来就很自我了呀，你一直都很自我。没有，我之前不自我啊，之前我 no。好，所以一开始呢，他觉得他有在配合他，但他觉得其实他已经很自我。那后来他继续展现他自己，他还是觉得你很自我，所以其实蛮好的，这个搭配很好哈。这样新春很棒，家和万事。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还不结婚了。没有，后来就让他放飞自我。好，那我们后面已经刮完了，那我们来刮前面。好开心来这个频道，我对小妖因为这个频道有更多的认知。我真的有颜面神经失调小中风吧？你有小中风？睡了一觉起来之后，然后我的整个右半边完全不能够动。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刮痧的。那一个10年前是让你悲伤很多，但是它是比较难开心起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